你有没有听过古代的酷刑人质？如果你在农村的地里看到那种大陶罐，可千万别拿回家，因为里面很有可能装有人质。这个事发生在00几年，正值农忙时节。那天一大早，村里呜哇呜哇地开进了一辆救护车，救护车直接开到了村西老张家门口。村里人都好看热闹，很快就围上了一大群。被抬出来的是老张，看起来是什么疾病，还挺严重。救护车没一会拉上老张走了，可村里的各种传言也就没断过。直到傍晚时分，他老婆回来了，大家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果不其然，这件事还真跟村民们说的那个大罐子有关系。原来昨天上午，老张打算开垦一块荒地种玉米，那块地是河边的杂草地，没种过粮食，开垦起来也很是费劲。老张一锄头抡下去，突然听到地底下传来砰的一声闷响，那种感觉不像是挖在了石头上，但绝对是有个硬物。他怕崩了锄头，就小心翼翼地用铲子撬，慢慢的地下露出来半个黑漆漆的大陶罐。老张愣住了，别看是农村人，可他经常看那些鉴宝节目，觉得自己肯定是挖到了什么古董，这一下更有干劲了。又挖了一会，终于看到这东西的真容，老张更坚信了自己的猜测。这陶罐里有些土，他一倒发现这土里有一些白色的碎屑，也不知是什么。老张此时心砰砰直跳，四下看了看没人注意，把陶罐往肩上一扛，一溜小跑的回了家。回家之后，老张把这个大陶罐好好清洗了一番，又生怕让人偷了，当天夜里将这个罐子放在了客厅。有了这么个宝贝疙瘩，老张那叫一个兴奋啊！老婆子催了好几遍才上了炕。到了后半夜，老张正做着卖宝贝发大财的美梦呢，突然这屋里不知哪飘了一阵臭味，那个臭啊，生生的把老张给熏醒了。他捂着鼻子推了推睡在身旁的老婆，但老婆睡得太死了，推了几下根本就没反应。也就在这时，老张突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动静，像是有人在粗重的呼吸，又像是在低气，有点听不清。老张再仔细一听，发现这动静像是客厅传进来的，顿时精神了。客厅有人，可自己那宝贝疙瘩还在客厅摆着呢。一把拽开卧室门，老张发现昏暗的客厅里弥漫着淡淡的雾气，雾气里充斥着一股强烈的恶臭，比在卧室闻到的还要浓。也没闻上几口，老张就被熏得晕头转向，脑子一阵迷糊。趁到迷糊也得忍着呀，老张赶紧捏住鼻子去看自己的那个宝贝罐子。这一看，发现那罐子旁边雾气更浓，隐约中看到罐子上头露出一个黑疙瘩，那种喘息声好像正是从罐子那发出来的。难道是有人想偷罐子，见自己出来，藏到了罐子后面去？老张一边喊谁呀，一边打开了手电，朝那个罐子方向照去。可等走近了，也看清了，老张就感觉浑身跟被电击了一样。只见那黑疙瘩是一个人头，而且也不是在罐子后面，是在罐子里头。那种又像重呼吸又像呻吟一样的声音，正是那个人头发出来的。似乎是因为被老张的手电筒照着，那披散的头发以及整个脑袋开始颤抖，僵硬地抬起头看向了老张。那是一颗披头散发的女人头，整张脸在手电光的照射下看上去极其惨白，没有一丝血色，根本不是个活人。老张哪见过这么恐怖的画面，吓得腿一软，向后一仰，瘫倒在地上。老张是整个人瘫成了泥，却见那人头一边颤抖，一边蠕动着，发出了微不可闻的3个字：救救我！老张发现
他的口中根本就没有舌头，血肉模糊的，也不知道声音是从哪发出来的，尖利刺耳。在这种极度惊恐之下，老张只觉得眼前一黑，便晕了过去。直到今天一早，妻子醒过来，发现老张躺在客厅，怎么也叫不醒，这才打电话叫了救护车。送到医院后，只说是过度惊吓导致的，并没什么大碍。不过这是吵开了。当天下午，村里又来了好几辆车，说是什么文物局的，把那个大陶罐子给带走了。据说经过鉴定，那个大陶罐子是古代执行酷刑人质所用的。老张的宝贝没了，但屋里的臭味怎么也散不去。听说后来还是找人来做了法，才慢慢消除的。你有没有听过讨债鬼？有些婴儿夭折了，不能入祖坟，就会埋在河边和桥下。如果你不小心冲撞了他，他就会变成讨债鬼，趴在你背上跟你回家。这是发生在我同学吴强身上。这家伙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，整天跟一帮社会青年瞎混。他爸怕他走了歪路，就把他送到了河岸上，跟一个远房亲戚胡叔去捞垃圾。这活挺脏的，算是水利局的临时工，一个月开900块钱，但捞上来的垃圾很多都可以卖，总体算下来挣的可不少，而且又不累，空闲时间还能驾船钓鱼摸虾。别说，这吴强还真干得挺来劲。据他说，有一次上游发大水，冲下来的垃圾挺多，他跟胡叔一直忙到傍晚，偏偏天色又不太好，两个人就匆匆驾船回了岸边的临时工棚。天阴了好一阵，雨也没下下来，这一老一少在岸边也没啥娱乐，加上那天也有些累，吃完饭就早早睡了。大概是到了半夜的时候，胡叔起夜，想出去上个厕所，刚打开工棚的门，就见院子里趴着个东西。开始以为是野猫野狗来扒垃圾，可等走近点一看，又不像，倒是更像一个小孩在地上蹒跚地爬。但这怎么可能呢？这大半夜的，谁家的孩子会在这爬？而且看上去分明是个小婴儿。胡叔用力揉了揉眼睛，想上前去看看，可没想到那东西嗖的一下钻到了房子一侧就不见了。胡叔想了半天也想不通，只以为是自己眼花看错了，便也没放在心上。转眼到了第二天早上，胡叔见吴强没起来，知道年轻人昨天累了，睡个懒觉，就也没叫他，自己拿了铁耙子去整理昨天最后2船运回来的垃圾。上游发大水，冲下来许多的破衣腐烂家具，这些东西虽说是垃圾，可不投，木头却是能卖钱的。要是再能捡出些塑料、易拉罐什么的，卖的还不少。所以胡叔分拣的还挺仔细。也正在这么个时候，铁耙子碰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，胡叔一时就觉得不对，仔细一看，那好像是一只手，不过也太小了，不知是真是假，就上手去一拽。可等把东西拽出来，胡叔吓得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上，魂差点没飞了。跟大家想的一样，胡叔拽出来的是一具女婴的尸体。不用问，要么是得病死了，家里人埋河边被水冲出来，要么就是重男轻女的父母。胡叔都不敢想下去了，一时也不知该怎么办，是找个地方扔了，还是报警，或者要不要贴个告示找一下家人。思绪一乱，就想找个人商量一下。这一想到找人，胡叔一下反应过来了，吴强这孩子就是再能睡，也不至于现在还没醒啊。回想到昨晚自己看到的那个东西，这吴强不会出事了吧？胡叔想的还真没错，这吴强一看就不对劲，浑身冰凉，
眼眶发青，叫了半天才勉强睁开了眼睛，好不容易坐了起来，一看那状态跟个老病鬼一样，直喊后背疼。胡叔上了年纪，还是有经验的，知道他这是被东西缠上了，忙问了一下他昨晚是不是遇见了什么。吴强见胡叔脸色凝重，想了一会，把自己昨晚做的一个梦讲了一下。昨晚吃完了饭，吴强跟胡叔喝了点酒，就早早睡了。大概是在半夜时，突然感觉后背一凉，那感觉很难形容，就像有一个冰凉的东西一下贴到了后背上。吴强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那样一种想法，总觉得后背上好像是一个小孩贴着，而且一双小手还用力抓着自己的后背。刚开始以为是被子没盖好，可不管自己捂得多紧，那感觉也一直都在。后面吴强说自己就记不清了，只感觉头一阵阵发沉，好像又睡过去了。看到胡叔脸色沉得跟水似的，吴强也意识到了什么，有些紧张，但胡叔那时也没跟他挑明，在他后背看了半天，吴强感觉浑身都没力气，还是在胡叔的搀扶下才走出了工棚。用他的话说，自己那天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出门被太阳一晒就觉得浑身难受，不仅浑身越晒越冷，而且后背也更疼了。胡叔从工棚里搬出了一把长条板凳，放在了院子中间，然后就招呼着吴强爬上去，把后背正对着太阳。吴强那阵难受的不行，只能听从胡叔的安排。按吴强后来跟我们说的，他这一爬上去，不但没觉得被烈日照射那种炙热，反而更冷了，冷得他直打哆嗦，肩胛骨的2块也更疼了，疼得他几乎有些坚持不下去了。但胡叔此时却异常的严厉，吴强最终是没敢动。他说他那时好像产生了幻觉，似乎真的看到一个小孩趴在自己后背上，一双小手用力抓着自己。这过程大概有10几分钟，终于疼痛感是越来越轻了，浑身的热气也一点点恢复了上来。胡叔看到吴强脸色慢慢红润起来，这才让他起了身，又把昨晚遇鬼和早上发现女婴尸体的事跟吴强说了。吴强后怕的差点没有瘫在地上。后来胡叔还是报了警，警察带走女婴尸体后怎么处理的，吴强也不知道了。他第2天就回了家，再也没去过那个河边。你觉得这个世上有没有鬼的存在？男子倒腾了带有脏东西的陪葬品，却不料一直被鬼缠着，就连几个合伙人和自己老婆也都离奇死亡。事情发生在2013年，四川省广元市曾家镇罗家草村。这天一大早，村长的办公室里就传出了吵吵闹闹的声音。原来是村民张壮山又在说起邻居李良和家妻的围墙的事，这事已经被提起好多次了，这次更是搞到了离谱，已经影响了邻居采光了。这时村长刘勇也很为难，为了这事他也找过很多次了，可那李良和好像得了神经病，怎么也不听劝告。没办法，为了给张壮山一个交代，村长只好又跟他来到了李良和家。可到了地方一看，把村长刘勇也惊得够呛。刘勇一直在村里当村长，也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人。农村最忌讳的是房子建得比邻居高，意味着压人家的风水，会惹出很多矛盾的。平日里大家都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平衡，像李良和家这样过分的，村长长这么大也没见过。只见远远看去，李良和家像个碉堡，高高的围墙完全挡住了房子，比周围的邻居整整高出了一大截。张壮山带着村长来到了李家大门口，迫不及待的就去砸门。
可是门敲了很久也不见有人来开。正当两人等了很久准备离去的时候，身后却传来了开门的声音。两个人回头一看，原来开门的是李良和的儿子李继。李继阴沉着脸，似乎并不欢迎任何人来他们家。张壮山见李家人出来了，马上就上前叫嚷了起来。李继也知道村长和张壮山来的原因，可是他说他也管不了他爸。村长刘勇觉得今天怎么也要把这事解决了，就想和李良和谈谈。见村长他们坚持要见自己的爸爸，李继就打开了门。村长刘勇和邻居张壮山就进了那被围墙挡得黑漆漆的房子。李继一边带着村长他们往里屋走，一边阴沉着脸跟他们说起了李良和这几年疯狂砌墙的事情。原来李良和开始砌墙是从3年前，他一次出去做生意回来后，那年他去云南做生意回来，回到家就躲在了门后，似乎后面有可怕的东西正在跟着他。李继他妈看到老公那奇怪的样子，就问他到底怎么了。没想到他却说后面有鬼一直在跟着他，而且那些鬼要害死他。他老婆觉得他肯定是太累了，精神紧张，唠叨了几句就把他推回了屋里。可是没想到第二天早上，李良和一起床就看到老婆死在了床上。虽然后来经县医院检查，老婆是死于心脏骤停，可是他坚持认为老婆是被跟着他的那些脏东西害死的。从此以后，他就天天在家砌墙，说要拦着那些脏东西进来。村长他们一边听着李继的讲述，一边跟着李继往里屋走，可是走了很久也没有进到屋里。这李家院子被李良和砌的高墙围成了一个迷宫，如果没有李继带着，一般人根本走不进去。这让两个人心里一阵阵发寒，这李良和难道真的疯了？村长心里想，今天如果说不通李良和，说明他真的得了神经病，一定要带他出去治病，不能放任他继续这样了。跟着李继七拐八拐的，终于是在一个小空地的拐角处见到了李良和，可是他还是在那里不停地砌着墙。李良和以前是村里的能人，善于做生意，很能赚钱，人也总是很精神。可这次见到他，感觉他已经憔悴地脱了相。他听见声音，回头看了看村长和邻居，连个招呼也没打，就继续低头垒着砖。村长以前跟李良和的关系很不错，看他这样子就想劝他几句，可李良和手里的活并没有停下来，一边砌墙，一边跟村长讲起了自己这么做的原因。李良和说他3年前跟几个合作伙伴一起去云南倒腾古董，没想到碰到了几件带着脏东西的陪葬品，跟着他一起去的几个合伙人一夜之间全部都死了，只有他因为出去办事逃过了一劫。可是那些脏东西并没有放过自己，自己在回家的路上很快就发现那些鬼魂一直在跟着自己，即使自己进了家门，那些东西也没有离开，而是一直站在墙外看着自己。他们似乎不把自己弄死就不会善罢甘休，一直徘徊在墙外。后来他们害死了自己的老婆，一定是因为老婆出过门，所以被害死了。从那天开始，李良和就再也没有出过门。从那天开始，李良和就开始砌围墙，他要把那些东西都挡在外面。慢慢的，他家的围墙已经被他垒到了4米多高。可是那高高的围墙并没有起到作用，那些脏东西似乎也在随着升高，依然隔着围墙向里面看着他。而且那些脏东西越来越多，他们天天围在一起，在墙外商量着怎么进来把自己弄死。这让李良和感到了深深的恐惧。他曾找过算命先生，那先生说让他挡住那些脏东西，坚持3年不出门就会过去。
他一定要想办法做到。所以这3年，他在家里不停地砌墙，除了不定期的让儿子出去买砖和水泥，从不许他出门，自己也不出门，把家里修得跟迷宫一样，让那些脏东西找不到自己。大家听得这么说，都是非常的吃惊，都觉得这李良和肯定是疯了才会迷信这些子虚乌有的东西。村长就想带着李良和去县里治病，这样下去，眼看着这个好好的人不就完了吗？村长和邻居拽着李良和想出去治病，刚才还很平静的他，突然歇斯底里起来，发了疯似的拼命挣扎，不停的大喊大叫，死活也不想出门。李记跑到前面给村长他们开了门，显然也是跟爸爸过够了这样暗无天日的日子。虽然李良和拼命的挣扎，但在村长和邻居2个人拖拽之下，还是被抬出了门。可诡异的是，也就在这时候发生了，只见李良和出了门的一瞬间，他突然一声惨叫，然后整个人就向后倒去，死了。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，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难道李良和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？有些鬼因为怨念太重，中午阳气最盛的时候就会转为极阴，所以体弱的人中午也会看到鬼。这事是我妈妈讲给我听的，发生在95年前后，是她的亲身经历。那时妈妈高中刚毕业，农忙的时节就要帮着去田里掰苞米，本想喊着邻居的同学一起去的，可那个同学正吃饭，性子又慢，妈妈是个急性子，加上怕耽误了傍晚时要播的一个港台电视剧，也就没等她，自己先跑去了家里的玉米地。当时是大中午，太阳火辣辣的在头顶晒着，农村人这个点干活的很少，我家的地又在山里，附近一个人都没有。妈妈为了电视剧也是够拼的，一头扎进地里就忙活了起来。我妈回忆说，没干一会儿，身上就被汗湿透了，正热得不行，打算背一筐棒子去田边休息一下。就这么个时候，不知从哪吹来一阵凉风，这夏天的大中午头，凉得他一哆嗦。刚开始还挺高兴，可很快就觉得不对劲了，明显感觉那凉风就像是有人往自己后脖梗子吹的一样，而且也感觉背后像是有人在看自己。可转头去看，偌大的一片地里又哪有人？不过那阵阵的阴风依然还是不断从背后吹来，吹得田地里玉米叶子哗啦啦直响，弄得妈妈心里总有一些毛毛的感觉。不过妈妈那时也没有多想，以为是要下雷雨前的征兆，就继续干活。刚开始还挺高兴，有了阵阵凉风吹着，也没那么热了。如果一会下雨了，下午正好也就不用干了，回家光明正大的看电视。可就在这时，那阵阴风突然强了许多，妈妈说甚至都有一些冷了，而且那种背后有人盯着的感觉又出现了，比刚才还要强烈。真是，妈妈本来心里就稍有些毛毛的，这一下又紧张地回头去看，接下来看到的一幕，妈妈说让她记了一辈子。因为这一次妈妈真的看到了一个人影，就一动不动地站在离妈妈10米远的地头。妈妈试探性地叫了同学的名字，但妈妈知道那不是同学，因为她同学从没有那样的衣服，身材也不像。果然那人影不回话也不动，就那么站在那里，阵阵阴气好像就是从那边传过来的。妈妈当时就有不好的预感，觉得那不是人。可转念一想，这大中午的怎么会有鬼？会不会是同学故意吓自己？就鼓起勇气走了过去，想看看到底是谁。可等妈妈到了地头，那人却消失了。而与此同时，
那种被人盯着的感觉又从后背传了过来。妈妈目光向后一瞟，果然背后站着一个人影，可这人怎么会这么快又到了自己身后？我妈猛地一回头，等看清后，魂差点没被吓飞了。后面的确有一个人影在飘着，对，是飘着，没有脚，穿了一件红色的裙子，不仅是没有脚，还没有头，她的头在手里捧着。妈妈这一回头，那被捧在手中的头立马睁开了眼睛，盯着妈妈，似乎还流出了眼泪。流没流泪，妈妈说她不敢确定，只记得当时浑身一个机灵，哪还敢在那待着，嗷的一声尖叫就朝村子的方向跑。身后那个女鬼好像还朝她说了什么，她也完全没听清。好在刚冲出玉米地，就遇见了2个村里的人，忙着前言不搭后语的跟那2个人说了情况。我妈回家就病倒了，一病就是3、4天。后来的事是听邻居那个同学说的，说是从我家地旁发现了一件带血的裙子，村里人报了警，警察来了，很快找到了一具没头的女尸，据说是被人奸杀埋在那的。案子破了，但那块地给我妈留下了心理阴影，从那以后再没去过。